首先呢，我们跑上坡的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的身体重心要微前倾，我们的头部呢，在跑步的时候一样，下巴会跟我们的地板成一个比较平行的位置。我们在跑上坡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的下肢的肌肉主要更多的是用到我们的向心收缩的一个机制。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去用我们的髋关节去做更多的带动哦。当我们今天如果是遇到相对的坡度是比较陡的状态下，透过摆臂的带动我们的中轴，可以让我们的腿可以更有效率的抬起来。那当你的今天的马达是没有力的状态下，你跑上坡，你就会过度的去依赖到你的股四头肌，其实就很容易导致你的大腿疲劳的速度也会相对的变快。而我们是有效的去用到臀肌推出去这个力量。在户外当中，我们跑步的上坡的技巧以及一些要注意的事项。那我们到了室内训练，其实就是希望说，帮助大家建立起一个好的一个发力的一个动态模式，而不是长时间在跑上坡的时候，你都感受到你的膝盖、股四头肌负担变得非常非常大。嗨，大家好，我是光头神童李汉轩，欢迎收看今天的到底跑了没？上一次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上坡的跑步技巧，今天呢，当然我们就是来分享下坡的跑步技巧喽。很多人在跑下坡的时候呢，因为核心不稳定的状态下，导致身体都会有一些晃动，然后导致一些膝盖的疼痛，或者是说呢，你在跑下坡的时候，容易都会有刹车的作用，不知道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去调整自己的身体，更有效率的向前哦。今天呢，我们就会针对下坡的技巧，来让大家知道如何帮助自己在下坡的时候更省力，更能够运用下坡来变成你的助力，跑得更轻松。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一般的路跑赛有很多的平路，但是往往我们都会遇到一些上桥或下桥的路段。那当然呢，我们在下桥路段，多数的跑者都会怎么样？五告送冲起来，最后呢，这些冲起来的速度呢，都会在后段的时候还给你。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人在下坡的时候冲得太快，导致怎么样？所使用到的一个肌肉比较多的是离心收缩，在离心收缩对于我们的肌肉来讲的负担相对是比较大的。那在这样比较大的状态下呢，你的肌肉很频繁的快速收缩，而且张力又很大。忽然转换到平路的时候，它没有办法马上跟上这样子的一个强力的收缩，所以很多人呢会在跑完下坡之后到平路就抽筋了。或者是跑完下坡到平路，腿就没力了。所以通常我们会建议在下坡的时候，预设的配速以及或是预设的心率区间，保持在稳定的状态下，不要让它忽然变快，或者是心率忽然变高，因为这一点很容易让你在后段的时候全部都还回来给你，因为容易在那个阶段你的能力不足，导致怎么样？肌肉过度的疲劳，你就跑不动了。所以我们在跑下坡的时候，会建议你是选择用原本的配速或是原本的心率，保持稳定，当做是一个恢复休息。当你进入到平路的时候，就维持那样的节奏，保持那样的感觉，慢慢的回到我们的一个体感当中。那如果呢，今天你的比赛呢是相对的是陡坡上山、陡坡下山，那当然你就要评估，就是说你在跑上坡的时候，你要竭尽所能的先保留一个体力，这样子你在跑下坡的时候，你才有办法长时间的去做一个快速的冲刺，快速的承受这样子的一个肌肉收缩的能力。以上呢是我们在正式教学前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比赛的一些应用。怕了你学会之后，你不知道说如何去在比赛的时候真实的应用。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正式的教学环节吧 ，Go！ 老样子，我们不管是跑上坡或者是跑下坡，你的头都不会仰起来跑。仰起来，你看你的身体的平衡就会受到影响。或是你低头，你看我的脚就会落在我眼睛看到的地方，所以一样，下巴保持放松。记得我们头下巴保持放松眼睛一样斜看45度角下方。好，那如果针对呢，相对的是比较缓坡的路段我们的身体的重心呢，就会跟我们的上坡一样，因应这个缓坡的路段，稍微的就跟着缓坡的节奏前进。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件事一样我们以髋去做带动，顺势的往后，脚就会往前；顺势往后，脚就会往前。我髋踩下去，脚就会往前。所以我们就是顺着这个下坡，自然的跑动下去。所以你会看到很明显的髋带动，脚就往后，脚就往后。我们希望让我们的下坡是成为我们的助力嘛。所以其实我们在落地的时候，顺势的往后的时候，我们会给地板多一点点的力量，让我有更好的作用力、反作用力去做到一个推进。所以实际上我们跑给大家看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的看到，我在跑的过程当中，会相对的在往后抓的那个时候，会顺势的用力，让我的身体有更快速的往前的动作，顺势的用力，你就会发现我往下跑就很快，顺势的往后，我的身体就会自然的往前跑动。你是不是有时候遇到一些比赛或是山路训练，比如说很多人常跑的风柜嘴那个坡度都非常非常的陡呢？
那如果遇到非常非常陡的坡，除了我们的步幅要缩小，因为过度跨大步只会迎来更多的刹车。另外一个帮助你能够有效的平衡的就是我们的手。原本我们在摆臂的过程当中，上摆到胸口，下摆到腰际，这样的摆臂没有问题。可是遇到陡坡的时候，我们会有点画弧的感觉。透过身体的旋转量来帮助你的下肢有更好的平衡跟稳定性。所以我们实际跑给大家看吧 ，Go！ 我们就会有点画弧的感觉，让你的身体有更好的平衡性。这样相对你的下肢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冲击，让上半身参与的更多。所以稍微会有点画弧的感觉。OK， 这个是一个可以让你的上半身更好的带动到你的下肢的一个稳定的一个作用。今天教练教你的这个下坡技巧呢，你有没有遇到就是我之前提到的一些错误的一些状况？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哦。那当然，学会这些技巧呢，不要忘记了我们的有氧耐力、我们的肌耐力，才是能够让我们跑下坡持续变强的一个能力哦。所以不是只有把技巧学会，你也要去有氧耐力去慢跑，然后也要去做肌力。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进入到肌力的环节，大家一定要继续看下去，因为这会对你来讲非常的受用哦。我们转场 Go。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进行到我们下坡的室内体能教学喽。那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在前面有提到，就是下坡啊，对于我们的冲击，好或者是推进来说，相对都是更大的。那首先呢，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先建立好你的脚踝的稳定，因为我们在跑下坡的时候，脚一定都是我们最先接触到地面、接受冲击的那一个瞬间，所以很多人跑下坡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扭到。为什么？因为你的脚踝是不稳定的。你在跑下坡的时候，膝盖会有内转的动作。那这个内转动作其实是来自于你的脚踝往内，然后导致膝盖向内转的。你可以透过像这样的滚筒，然后呢去做一个单脚站的训练，控制你的脚踝，不要让膝盖内转，因为有些脚踝没力，膝盖就内转了。控制你的三关节在一个好的排列组合。好，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动作。好，控制脚踝的稳定的学习。那记得哦，你的两只脚都要进行这样的训练。那为什么要透过滚筒去放在旁边？因为我们怕说，当没有滚筒的时候，你自己在这边做的时候，你会这样子，然后自己以为好像有控制住，实际上没有。所以如果我们把一个滚筒放在这边的话，你只要内转，就会碰到滚筒，滚筒就会往旁边倒。所以透过这样的滚筒的方式，好，控制脚踝的稳定，避免太多的内转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呢要来建立起我们臀部外展的使用。如果你的脚踝今天是稳定的，可是因为你的臀部是没有力的，所以脚踝稳定但臀部没力，所以髋就会怎么样？往内转。那往内转的时候，你的膝盖也会在比较内侧的位置。那我们每一步跑下坡冲击更大，它直接往内的话，其实也会导致你的膝关节承受这样的冲击，导致你的膝盖受伤。我们就可以把弹力带放在我们的膝关节的外侧。那我们双脚呢，跟我们的肩膀差不多宽的位置，臀部慢慢的一点一点往后，大概往下蹲个15度的位置之后，我们的双手就可以合十到我们的胸口。那我们就可以去训练我们的髋关节内收。内收开始之后，我们就外展，内收，外展。那我们的动作呢，就是保持我们大概每一只脚做10下的动作。好，那在做的时候注意哦，你的对侧脚啊，不要被你的这只脚拉着走，这只脚一样怎么样？保持稳定。外展的一个收缩的一个机制，这样的动作呢，其实呢不单只是训练动态的那只脚，其实静态的那一只脚同时也会被训练到，那就可以让你的身体有一个好的排列组合，都能够保持整个髋、膝、踝成一直线，然后都是保持在不会让膝盖向内扣的一个能力哦。下一个动作呢，我们就会维持刚刚外展的感觉，然后我们会进行深蹲的动作。重点呢，其实不是在整个臀部很酸的感觉，而是怎么样？我们有一个好的排列组合去带动这样的动作。那当然，自然的臀部也会更好的一个训练效益。所以记得往下的时候，膝盖是往外的，臀部往后坐，然后臀部推起来，然后再往下。所以你不会看到我往下的时候膝盖往内扣哦，这样是不行的。往外展，推起来，保持在这样的阻力下去建立起我们的动作使用的一个模式。刚刚我们一开始在滚筒的时候是去训练我们的脚踝嘛，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单手拉着滚筒，然后另外一只脚往后，那脚踝控制好之后，臀部慢慢的往下蹲，一样稳定的排列组合。你可以透过手辅助推起来，慢慢的往下去建立起你在落地的时候，你的三关节是在一个好的排列组合，然后去带动我们的推进。现在就不会习惯性的膝盖往外了，而且你会发现在推的时候，膝盖都是在同一条线上。因为有些人呢，
蹲下去的时候没问题，但推的时候又往内转。好，这个是很不必要的动作，这样一样会影响到我们的膝盖受伤的几率。蹲下去的时候往外，起来的时候也是一样，一直线。不要蹲下去的时候往外，起来往内，有没有？这样就碰到滚筒了。哦，特别注意哦，尽量啊，不管是我们在支撑的时候，或是推的时候，尽量我们保持在我们的三关节都是在一条线的状态下，不要蹲下去往内，推起来又往外，然后又往内。你的不稳定的状态下，都有可能导致你在跑下坡的时候，膝盖会有磨损的状态。那你就跑久了，可能跑3公里没事，那你一跑10公里，哇，膝盖就痛起来了。因为过多的频率跟里程累积之后，你的膝盖发炎的指数就会变得更高。我们刚刚已经把我们的一些动作都建立好了哦，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增加我们的负重训练，来加强我们的三关节动作的一个刺激。那我会建议呢，你会先站一个小的弓箭步，好，大概中间呢隔半个脚掌。那我们刚刚原本侧边呢是有这个滚筒嘛，对不对？我们现在没有滚筒了，我们增加负重。那记得我们在蹲下去的时候，一样三关节稳定，然后慢慢的起来，会发现我们的三关节都在一直线的状态下，动作都不要快。哦，都是保持你的感受是稳定的。如果你觉得2个重量太重的话，那我就建议你先降低重量。那如果觉得还是已经很重，那你就选择把我们同侧边的重量拿起来，然后我们就做单侧边的也可以。那注意做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三关节保持在一个纵轴直线的位置。当你觉得身体好像越来越适应了，你也可以试着稍微把脚离开一点点，然后往下控制，保持稳定。好，那我们今天也教了大家这些肌力体能训练啊，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在跑下坡的时候不要有膝盖疼痛的问题，或是其他地方的受伤。那透过今天有循序渐进的方式，包含了我们一开始先建立起我们的脚踝的稳定性，到我们的髋关节的一个使用，你要保持在你的髋关节是外展，控制好你的脚踝，你的膝关节才不会跑掉。最后呢，我们透过重量的方式增加我们的负荷刺激，强化你的三关节的稳定。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其实我们会建议大家在前面的动作，脚踝的稳定大概是15秒。那我们的一些单脚支撑的动作啊，大概是5下；双脚的话，我们可以达到10下的一个动作。那我们都会做到3组的一个循环，来有效的去建立起你的一个好的动作排列以及稳定哦。那记得订阅我、按赞加，你们都没有分享给其他人，这样子大家怎么可以有这么好的一个学习呢？好了，我是光头神童李汉轩，我们下次影片见喽，大家拜拜。教练，我的肘关节、腕关节、髋关节、踝关节老是卡卡的，那很多原因是因为你没有去做关节活动操，而引发的就是你的关节上没有一个好的润滑的分泌。那在做关节操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同时大大的降低你的关节的摩擦，让你呢有一个好的活动度，同时呢你的身体也会有更好的延展。这个时候呢，这个动作呢可以有效的去增加你的健胯关节的活动度。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啊，屈髋的时候，前胯会往内收，可是我们的后胯的健胯关节其实会做一个延伸，所以如果你的健胯关节紧绷的话，会大大的影响到你的屈髋的能力。因为呢，当我们在慢跑啊，或者是进入到高强度运动的时候，如果今天你的核心是有一个好的启动，当我们在落地或是推进的时候，其实呢是可以大幅的降低一些左右震荡的一些状况，让你在前进的过程中有更好的推进力。做桥式呢，最主要可以增加我们的臀部的髋关节送髋的动作的能力。